你们好哈。那今天的题目是：你们是互相暗恋吗？你们是互相暗恋吗？哈。那我们继续来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记得留意不同的影片里面出现了相同的讯息。好，这是今天的3张牌，给你一点时间选择。好，选好的话，我们就开始哦。如果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你们是互相暗恋吗？哈，这个题目很少出来了哈，因为我们很少会直接针对谁已经明确的人是谁哈，没关系。那这题比较特别哈，我们来看你心里有好感了。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对某些人心里有好感。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现在的关系的连接、情感的连接到什么程度哈？是否真的已经到了互相暗恋的阶段哈？我们来帮你寻找一下正确的讯息哈。这个位置哈，先从中间开始。是好的方向哈。无论现在这个牌，无论你们从什么阶段开始了，无论你认为你们现在是什么阶段开始了，它都会因着你的某些动作靠近各方面哈，会展现出蛮好的方向哈。那它有很多的，对于1号牌，我看到有很多的人的关系。有一些人的关系比较像是你们常常出现在同一个场合哈，然后也许有些人已经知道你们常常出现的时间是什么时间，然后你会刻意去那个时间，或是不会哈，或是有些人跟你会在差不多的时间出现，你已经看过他好几次了，然后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就已经很有感觉，也喜欢，然后也可能眼神上有对到眼这样。那太阳牌在这边告诉你说，希望你鼓励你。尽量多在他面前出现，甚至在他附近出现，或是慢慢的靠近他哈，因为他这里有一个场合，譬如说你可能去一个教室补习班哈，你每次去都会遇到他。如果位置是没有固定的，可以尽量坐在他近一点哈，在他的附近产生一些新一点的存在感哈，因为我这边看到你们2个人在他注视你的范围里已经有记忆点了，已经记得你的存在了，已经有留下印象了哈。只是在行动上呢，各方面我认为应该已经有好感出来了，只是要附加于真正的行动的话，好像也没那么快，因为时间上的累积都还没有一些出现哈。但是是好的方向，太阳牌已经给一个非常强的正能量了啦。也就是说，即便你现在主动去认识他，都不会产生什么很差的结果哈。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之前或是近期的整个能量的流动，可能的一个流动的，那我看一下哈。好，想一下，好，抓这一区哈。好，好，好，你们应该会需要一些更好的开端的谈话哈，无论已经认识或是不认识都一样，都需要有一些重新的新的开端的谈话，然后要多聊一些生活的东西，还有一些关于你们遇到的那一个场所的共同话题，譬如说你去参加一个补习班，或者去参加这个课程，你们要讨论的话题要先从那个课程开始。如果你出去健身房常遇到这个人，你要从运动开始，不要不要一下就进入了所谓自我介绍、自己的故事或什么的，也不要太多的好奇。这边有比较多的是先累积一下你们的共同话题。那你们共同话题应该就是遇到的那个场域那这边我觉得它不太包括没有空间的相遇，譬如说你每次去工作去做大众运输系统，然后偶然会遇到了这个人，每次都想，我觉得他这个没有共同场域，必须要有一个共同场域遇到再聊比较好，因为这个连接度比较高，你们的能量的在一个空间里面的流动会比较凝聚我觉得主动去聊。
这边有鼓励主动去聊，因为对方已经也没有完全对于你的存在是完全忽视的哈，已经有印象有记忆，而且1号牌的朋友，我还看到了某些很细、很细、很小的互相喜欢的一种讯息。1号牌是有的哈，从这里、这里再到这里，那只是要激发这个互相喜欢产生往更有效果、更有具体效果结果谈话的，那还是需要有一些话题了哈。因为那一个互相喜欢，他没有办法推动他直接变成是一种搭讪告白，他那边的能量没有那么多，他比较是一种游离状，他会在你在共同之间会游离，每次看到你还是会有一点感觉，觉得还不错这个人，然后渐渐累积一种非常淡的喜欢，可是这个淡的喜欢蛮像是不排斥，直到不排斥而已。那基于这张牌给的讯息，从这边连续，他会觉得如果有一个不错的谈话，应该会不错。但我还是觉得偏冒险，因为我觉得还是需要累积更多的同时出现在那个场合的次数哦。那如果你是去上一个课程，上看到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去认识、去聊天了啦。那个没有问题，因为底下的某一些共识啊、共同话题啊、聊天啊、一些力量啊、支持你的那些力量都不错。可是为什么我一直这么犹豫？是因为我觉得水能量不强，水能量不够。我再往后看2张好了，3，都没有。这水能量的没有，都还是需要一些类似交际的方式的闲聊和聊天，才能够让你们的关系有比较往前哈。所以，看你要不要冒险了哈，去多讲话。我觉得这个算是比较快的，而且会有意外惊喜，然后你们还有一些共同话题也会出来哈。那，好，因为这个题目通常都会有一个很陌生的距离啦。对于1号牌来说，它的架构比较偏向于并没有真的认识这样哈，并没有真的认识到的人，他真的是处在一种很不认识的暗恋里，很不认识的互相喜欢里哈。好，那基于这样子的方向，我以这一个基础来去翻那一种，可能你们已经互相认识了，然后一个朋友关系，然后你想要确定你们是不是互相恋爱的话，我用这一个来看。那如果这样子翻起来的这顺序都还不太搭，你可以试试看听另外2组哈。像我就不会因为3个选项，然后把3种故事分配。有的时候3种故事都是这样，那就都是这样子，那你只好再听下一次这样哈。我不会刻意要它分配的很平均，让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的归属跟自己希望得到的答案了。因为我们是跟你一起翻到什么就是什么哈。所以我再翻看看这一条路，对于你们已经认识的话，这条路会不会有点不一样？如果是已经认识的，然后你喜欢他，你看到没？我觉得光这2张牌就已经蛮远的，还需要一些冲刺，还需要一些关系上的凝聚跟一些能量的显化哈。那么2个之间的一些共识啊、未来的方向啊，什么方面都还很遥远哈。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如果是已经认识的，那目前还不到互相喜欢，因为你们2个还没有共同话题。无论是这里跟这里，都会在讲一件事情哦，你有听出来吗？都是共同话题。要开始创造共同话题，这边也在开始创造共同话题。你们现在的关系的浓度、关系的浓烈跟真的有没有认识不重要，这边2组都在讲共同话题到底在哪里了。好，要互动、要聊的东西到底在哪里了？这里还讲的比较远哦，因为已经认识了，所以他讲的是未来的方向，你未来想做什么，是那种还讲的比较未来。这里是很粗浅的，就直接讲说，开始聊天的时候，共同话题最单一的共同话题，那个场合、那个空间的共同话题，去运动的话题，去学语言的话题，去语言补习班，去学运动，去学一些攀岩、特别技艺，去学烘焙。那烘焙的共同话题在哪里？都还没有开始，或是还没有达成。所以这个对于1号牌的朋友，这个是可能要努力的开端哈。来，我看一下这里，这里一开始塔牌就说没有一个强烈的翻转这个关系可能就是只能维持在这里哦。那维持在这个状况里面，他用了
8来说的话，就是要很久啦，要很久才会发展出一些你比较想要的一些结果啦。所以你要看，要慢慢的走到两个关系才开始有一些自然的话题也可以，或是你要直接就翻转，就是直接就突破，直接去跟他讲到一些话题，直接单刀直入的去认识对方，去了解也可以，两条路都可以。可是在的点不同，不同的点是你现在就要达成的话，那就是要直接去创造改变关系，去直接聊天去讲。那你不要，那你是可以慢慢的走到它会发展成功了，这个是比较后面的状况。那你看这边又有愚人牌，这两张牌的搭配就说，无论如何，无论到后来你们有一个自然人的话题开始讲，都是因为你们的关系改变了。他这关系改变就像是你们在同一个场所出现的次数很多，他对你的印象、对你的感觉也累积了，他就表示关系的跟观感的上面就已经自然而然改变了。所以它很符合我这边说的，这张牌就算没有出来，这里到这里它都还是有一个需要的改变，只是这边讲距离这个路径，它就直接斩钉截铁的告诉你要有改变，要做出一些新的冒险，要去挑战那个不可能，才会走到这边。那当然没有这张牌也是会自然而然走到这边，只是这一个变化你可能不会察觉，你可能会不知不觉。那我们现在翻出来了，就告诉你说，这两张牌的搭配就是需要有一种冒险性。如果你要现在就立刻改变局势的话，那就是要有一个冒险性。那至于这里到这里，我觉得不会那么顺。不会那么顺，创造出他对你的好感跟你们的关系不会这么顺的，跟你想象中的那么好。就是你去跟他讲话，就会立刻成为比较好的关系。没有，他这条路有比较多的探索，有比较多的，你可能要比较用力一点所以从这里，其实我可以看到一点，就是你们两个即便第一次认识或什么的话，你们的感情开始都不会是一开始就爆发起来，它这个要慢慢累积的。可是太阳牌作为核心的话，你可能要放宽心一点啦，因为它给的正能量跟未来的方向，它是觉得是乐观的所以是值得一试，可以试看看。但是你要自己的心脏要强一点，看你能不能接住比较多的变化跟不太符合你心里所向往的一个美好的方向那好，太阳牌跳到恋人牌，这里因为这个恋人牌它的虽然出现，可它出现在比较遥望的位置。它只说以绝对乐观的角度跟无瑕没有什么坏心眼的角度来说，当然是有可能成为恋人的，有机会。但是它只给恋人牌，就是比较小，可能会有点碰触到。目前看起来是很淡很小以月亮牌来说，它给的那一个无法期待、无法限制的这个，他就说不知道。其实这两张牌都在讲一件事情是，只有极小的几率有可能，会有比较接近恋爱的感觉，因为这边的力量都没有够强，而且太阳牌给的那个正能量，它是一种广泛的、一种有广度，它没有针对某些事情的，只是他在讲说，你们两个的关系现在看起来跟未来看起来，不论任何时间点看起来都是美好的。就只有讲都是美好的，可是如何美好，是符合你所期待的那个关系的美好，还是现在这个关系比较淡就已经很美好了？他没有直接说明，只是我们这边翻起来这边，我必须说这里确实是要一些主动性，要一些物理的主动，才能够创造出更接近出你想要的，没有办法用等待的。但是我必须说，他这一组他并不是说你不主动，那你们两个成为恋人的这个几率就等于0，也不是，只是他这个发展是非常慢的。你要想从这里一路到这里，它其实不是1天2天的事，它是要慢慢的流动，因为它到这里中间还有非常多的牌，非常多的事件，非常多的连续才会到这里。只是我很喜欢直接开头开尾，只是告诉你说，这整个大致的这一个可能6个月1年的这个范围里面是说，慢慢的关系走到最后是有可能会接近恋爱的状况的。可是在这个比较坏心眼、比较负能量的牌上面，却说不知道，没有看到，他甚至觉得没有看到。他甚至都不知道。通常这个位置很喜欢明确的就给一针见血的答案，他耐不住，可是他会比较刻薄，比较小心眼就算很喜欢，也会用一种不喜欢的方式讲。可是这里就直接告诉你说不知道什么都看不到。这里就告诉你说，这一个发展如果不做任何行动，它是发展的比较慢的啦。那基于这个点，我再翻2张给你看出几张？3张，那我就看3张。好，即便
是希望你有一些比较主动性的方式，但是希望你在够理智的方式主动。还有，他这里还是说要慢一点，这个关系是有机会培养出感情的，但是要慢一点。不过照这个目前这样看起来啦，再配合今天的题目，我觉得这里比较勉勉强强说的是，能够创造你跟他的一份不错的关系，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先不要想那么远，要成为恋人，或是他是互相恋爱或什么没有，你们彼此能够建立不错的好感，维持在那里就已经算不错的了。这里给的方向是这里。那并不是说这个是终极的，就是终点，就是不错的关系，也不是，只是现在来说还有很多难关要去先去培养出来，先去过，先把关系弄出来比较重要。因为现在无论是已经认识，或是还是没那么认识，都一样这个关系的好还没有那种好感。有点窝心的、贴心的、贴近于认同的安全感的，我们是一国的，我们是一个队伍的，那个好感是还没有建立起来的。那这就是两个选项了，就是这里我说的，就是可能完全暗恋，跟这个人几乎不认识。那这里是已经认识了，可是初期，或是也没那么熟，然后只是你暗恋他，你想确定他们暗恋你，但是他其实还有第三个角色，就是你们已经很熟了，然后你想确定他的心意的这一种，那。我可以，我看一下有什么位置我可以翻哈。好，我翻两个位置，第一个位置是看是否彼此之间有产生某种吸引力，另外一个是你们对彼此是否有欲望各种欲望啦，要在一起的欲望什么啦都可以啦。那我要讲的是说，现在要帮你翻的是，如果你们已经认识了，还蛮熟的，你想确定两个是互相爱的话，我要帮你翻这两张牌。还都不是很理想，而且都还没有到契合的点就只好直接面对。对于两个人的互相吸引力来说，他给的是金币五，那就表示很远，远距离还很远。然后两个人对彼此之间有没有因为喜欢之后产生的一些欲望，想要在一起，才会跟进这里。这边说还没到那个彼岸，还在不同的世界里。这两张牌都这样子，所以如果先选1号牌的朋友，你们已经是认识了很熟，你想知道他们互相恋爱的话，这边发现没有那个联动了所以可能这三种选择来说就不太适合是3的了。那基于另外2个选择，就像我刚刚讲的，已经完全不认识或只认识一点点那些机会，你们要去创造那个对谈的机会了。现在还没有创造那个关系还没有创造那个关系。我一直觉得选1号牌的有很多人都是单纯的爱恋，就是有一种没办法主动，可是又时常遇见，不知道如何主动，怕失败，怕被拒绝，怕讨厌，怕这个人跟你想的不一样，有很多的害怕，然后不敢主动的这个，然后但是时常遇见有很多的机会，每次看到都会有一种小心动的感觉，想要聊天，就是这个是你喜欢的类型，怎么会在这里出现这样？而且还有可能不是只有一个，那可是不知道怎么开始，怎么起步。这边虽然都说可以试着去讲话，可以试着去创造聊天的机会，但是他给的都很保守，他没有那个很强的推力，就说现在就去绝对是对的，没有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还是尽量先累积彼此出现在眼前，你出现在他眼前的次数要先堆高，之后很明确的习惯这个人在附近的时候，才有可能去创造一些共同话题，而且这共同话题是不是用创造的，而是现在这个你们2个常出现的环境，你要去察觉那个共同话题是已经在那边，你只要拾取起来去讲的共同话题，去开创的共同话题。那这边也有一个小小的提醒说，一开始也不能多，它是一点一滴有的，所以你们一开始第一讲话就不能讲太多，大概有一个打招呼，讲一些简单的东西就可以了。这是你唯一目前比较有介入性、有主动性能创造出来的行动。记得我的语言就是介入性、主动性创造出来，表示它不一定是必要的。那刚刚突然有一个感觉讯息告诉我说，因为有可能会有一个随机的事件打破这一件事情。既然如果是这个讯息的话，我看一下这个好了。基于随机的事件的话，
等哈。好，基于随机的事件的话，有一些有可能意外的小插曲正在发芽中，正在故事线正在发展中哈，它是一个非常平稳的、值得信任的，有可能会创造出你们新的对话的一个故事线会出来，然后也有可能会出现第三个人介入到你们的谈话之中，然后创造了你们两个谈话的关系，那你们的关系就会发展成一种全新的。如果是这一个是从第三个人去创造一种新的关系的话，那关系的进展节奏会加快哈。那只是那一个能量很小，都在比较小数字的范围里，还是有。白话一点解释就是说，你们两个的故事线有可能靠你主动性去把它牵连起来，但是也有第三条故事线在你们附近环绕发展，但不一定会让你们触碰到。但是它这个故事线也有一个很高的几率会成为你们两个人的话题，会帮你们两个搭桥啦。就是他可能会认识你们两个，然后他可能会不知道用什么事件、用什么方法让你们两个有对话起来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能量不够强，但是仍然存在的一条线哈，因为它必须要它的起点比较弱，但是它后面有比较强的能量，但是我不确定它如果你有触碰到了，那它所发展出来的能量就很强，它会让你们有比较快的对话。可是它这一个能点燃的能量，我觉得还不算强大到会变成是首要的选择。我觉得这里这么多牌，比较多的选择，还是比较希望，如果你等不及，你就要自己主动去开启话题。记得一定是要共同话题，记得不要太谈自己的事，记得多聊你们两个共同有的事情，现在就有，眼前就有的东西才会比较好。那如果没有，就等时间再等看看啦哈。只是如果我们要很执着相信这个太阳牌跟恋人牌的发展，我必须说以非常乐观正能量的方式来说，他的是说确实有机会，就这样。但是确实有机会这句话给的能量很淡哦，然后要小心他们有点过度乐观，有可能是这个讯息，因为这个位置这个本身就有过度乐观，那这个位置又是绝对乐观的，好吗？他这个绝对乐观有的时候是参与了太多太过善良的说法，好，但是还是有机会，而且不是趋于零，它是有机会，只是他会不会往这边走？这边说不知道，不知道。我觉得他看到了，但他却用会说不知道的方式来去告诉我们，这样可能会有好坏参半在一起啦，可能会有很多的过度期待，所以他还会这样子。我都会相信牌面上大多是基于保护我们的方式给讯息啦，好，不太恶意，至少我这边翻，我尽量会避免，或是我很拒绝有太过恶意的讯息出来。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些比较保护你的状态去想这个，所以你要自己去思考，为什么他用这些比较保护的角度去告诉你说，也许有，但好像没那么期待或没那么支持。然后这边又有更多的讯息在说，如果你真的等不及什么，你要自己去开装。可是记得哦，这个关系的翻转，它给的是塔牌，塔牌的翻转，很多时候你要在意的是它的能量很强。它不一定会是你创造这个关系之后发展出来的结果或现场的状况是你接得住的哦。但是你一定需要现况有所改变的话，你有那个够强的意志才需要去试。所以这边讲的是说，你要让这个关系打破那一个隐形的墙，就是主动去讲。那更乐观的角度这边说，这一件事情是能够打破你们的距离的，然后但是你必须要高度的冒险心。有高度的意志能够接受无限的可能，所以这两张牌是搭起来的哈。你要听懂这个节奏哈。好，不过但是还是未知的，所以你还要期待一下哈。好，那这是1号牌的朋友哈。那我们还是好奇一下了哈。你心里想的那一个你喜欢那个人，他的本质个性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走向哈？来，一样翻3个点哈。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人哈，这个人算是一个很会安排事情的人哈，然后他会安排事情，他会组织事情，他跟大家的团体活动，跟工作跟其他工作的朋友的合作能力也非常强哈，他很善于去了解每个人的擅长的东西，所以你跟他认识之后，你会发现说他其实很容易欣赏每个人的优点，所以你可以在他面前尽情展现你的优点，OK，他会欣赏哈，所以如果你要跟他开启聊天或什么的话，其实你可以尽量的展现你好的那一面，然后欣赏他好的那一面，告诉他，把你们两个人的特色各方面都提示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对话。开始哈，然后他这一个人，个性上、内在上其实非常要求和谐的，所以你跟他讲的时候，应该情绪上是非常平稳、非常平静的，所以你可以放开心的跟他聊很多事情。如果你是活泼，你就展现你活泼的事情。他算是一个很柔软的海绵或什么很软性的东西，你什么样的个性他都应该接得住。基于这两个点，我就觉得你可以试看看去跟他讲话，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有什么很激烈的反应，或是会让你很失望的反应，他应该也会发现。有不错的机会认识一个新朋友，然后会慢慢的跟你有慢慢的认识，好，这样讲起来就比较安心了，可以让你去试。那再来是，他其实算是一个比一般人都很在乎智慧这件事，而且他本身也比较有智慧。面对情绪压抑的情绪，面对的负能量，面对自己的负能量，或是面对突如其来的他没办法接触的东西，他都能够找到很好的智慧去解决、去相处。所以从这三个点，我大概可以看出来说，应该去突破自己，去跟他认识，应该有机会，因为看得出来这个人是。接得住这一件事情的，好，可能也不用想太多，你就把它当成是创造一个新关系，认识一个新朋友，这个角度先去做开始，好像还不错。因为这三张牌是很搭的、很顺的，感觉这个人他不是一个会充满负能量的，而且没什么恶意的人，他好像也不太愿意让人受伤，即便在第一次对话的时候，应该都能够创造一个还蛮好的开端。好，那你可以再想想哈。不需要这么积极，也不需要这么极端。你可以慢慢想，慢慢观察哈，你应该会观察到很好的时机，或是确实会有其他的特别的事情会发生，让你感觉到现在是可以跟他讲话的，或是如果真的有跟他讲话的机会的时候，好好把握住哈。毕竟这三张牌看出来这个人还不错，你可以试看看哈。好，那一号牌就到这里哈，谢谢你来听哦，然后记得留意一下不同影片里面共同的讯息。好，那就这样，祝福你哦。好，那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你们是互相暗恋吗？哈，这个题目其实有点硬哈，因为它会变成是范围会缩得很小。那它不一定是你内心明确暗恋的人，它有可能是你对某些人的印象还不错，然后可能在某些地方会常常遇到他，然后就会有特别的感觉。好，它也有可能是往这个方向走。它这一题千变万化哈，在这么小的空间里近距离千变万化，所以我们来翻一下有没有什么明确的讯息啦。记得哈，有一些讯息会在你其他的影片里面会重复出现，那讯息就很重要，你要自己注意一下哈。来。那这组我用这个好了啦，好吧，用比较淡的讯息先哈，不是淡的讯息了，就是它图像给讯息的那个强烈感没有那么重的牌子哈。来，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东西补足，我再去看。好，我先从这里开始看，还不错啦哈，它这里有比较一点点，一步一步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发展会出现了哈。它这边可能要分好几个类别。第一个，我先从比较淡的开始讲，就是说你跟这个人可能完全不认识哈，那你可能每次看到他的信就有点开心，然后他可能也比较符合你未来想在一起的人的标准，这就符合一点点的暗恋的状态。那这里有说哈，如果你常常出现在他面前，常常在同一个空间上出现，譬如说补习班啊、健身房啊，或是某个环境，每次你另外花时间去，都特地遇到他，工作环境也可以哦。这一组讲的比较近，他如果你们的接触时间，认识的话，接触的次数偏高，加高频率增加。那不认识的话，常常出现在彼此的眼前，加深印象，这些都会有助于这个关系的慢慢进化。它可能会变成说有一些特别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两个人的沟通，两个人的交流各方面就不会那么硬，它就很自然而然的就发生起来了。然后这组牌选的2号牌的朋友，你可以用一种比较等待的心情来看。但我想有些人想要比较更突飞猛进啊，更突破性的方式去把关系
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光这个想法的话哈，牌面上一些连续的讯息，我看一下它的趋势怎么写。等我一下哈，因为这个我必须要觉得我洗的蛮干净的。好，等一下。这里再一次，好，差不多。那我来看这里，看一下哈，这边有暗示着你们彼此其实有一些很潜在的互相吸引力了。也许你偷看着他，他可能也在偷看着你哦。所以2号牌的朋友比较接近互相暗恋的状态。好，那只是你们两个中间对彼此充满了雾气啦、迷雾，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到对方的。确实是要有人要主动去做一些事情，然后让关系有一些崭新的画面、崭新的对话。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们的关系到现在是突破到还不太确定对方，而且你也不太知道对方是不是互相暗恋，或反正不管，你觉得他现在卡在一个你想要往前没有办法往前的话，你可以试着去跟这个人在更多的对谈，主动一点。进去一点，因为这边哈，这里都有说，其实有一些情感的东西正在酝酿，而且如果是恶魔牌出来的话，暗示着选择2号牌的朋友，那一个人其实在外在上、观感上、对你的印象上，都其实已经不错了。只是在这一个想法之后，其实产生了蛮多对彼此的想象。好的方面是讲想象，我觉得我们要退一步，比较保守方面讲说，你们中间有一层薄膜啦，看不清楚对方啦。但是为什么？因为距离太远了哈，那需要一些刻意的。这里真的是要说要刻意的去聊天，然后他很难在自然的方式突然聊天，他一定要是刻意的，就是直接突破，直接过去创造话题哈。那他会开始比较走到你想要的方向啦。那后面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些困难了，就是可能要找话题啊，话题可能不太对位啊，或是你要找到一些共同点，这些就是要靠你们开创那一个第一个门之后再去努力的。但是皇后牌给了一个不错的东西了哈，当你开始之后，里面就有一些东西会酝酿了，然后就慢慢发展成可能会比较偏向你要的方向。这边有说，所以这组在我们刚刚前面的那一条线，就是如果你不做任何事情，当然也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可是节奏是非常慢的。这个逻辑哈，无论你套在任何关于你们是互相暗恋的这个主题上，这个逻辑我觉得都是必然要出现的。但它只是会变成说，这一个你让它自然发生的时间会拖多长，或是它就一直平淡下去，不知道。但是你只要持续的在对方面前出现、靠近，增加对方对你的表面上、画面上的印象、画面上的立体感、画面上的资讯，譬如说固定的时间出现，不要刻意在那个固定的时间出现，你就自然而然的在那个固定的时间出现。然后你想去就去，不要你发现他什么时候在那里，然后你就刻意在那个时候去，不要，你还是要照自己的逻辑上，因为他也会在他的角度观察你啦。人的刻意很容易被发现的，记得你的那个刻意真的很容易被发现，因为你可能觉得一次的刻意不会发现，可是几次、很多次，如果对方观察力跟他的直觉更强一点，他就立刻能够感受到你的刻意，所以不要，还是要自然一点，让你们的能量自然的连接。相信这2张牌所说的，还有战车牌所说的，它总是有时间上会把你们两个连接在一起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要突破的话，这边有说，确实是要刻意的去直接去开创话题，就直接去跟他认识，跟他多聊天，问他。但是基于1号牌，这是2号牌嘛？基于1号牌给的我一个信的，我觉得。1号牌有在提示说，当你刻意的要去开创一些话题的时候，记得共通话题很重要，而不要一直讲自己的事，要讲共同话题。这种时候就真的有一点点要投其所好了啦，才能够开创一个比较好的开始。你会觉得很不自然，很包装自己，没有了，你就要自然而然的去拿出你也有兴趣的东西，他有兴趣的东西，把那个东西找到，然后投其所好的聊起来，这个是一个不错的开端啦你也不会去聊一个你不喜欢的，至少你要聊你也喜欢的东西，对方喜欢，你要开创这个东西。那基于1号牌给的启示，这边虽然没有讯息，但是我把那个1号牌给的一个心得告诉你你们会在同一个空间出现，会在同一个项目出现，工作、补习班或是课程、额外的课程，反正会在同一个空间出现，表示你们一定有共同点嘛，不然你们两个不会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上，会再出现在同一个地点，是不是这样？你要想办法找到那个东西，你思考一下就知道你们的共同话题是什么好，那这里开端是这样写好了，我再看一下，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我觉得等一下再看好了，先把这个基本的东西翻一下。好了，这边有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始，可以找你朋友啦
朋友去跟他讲话了哈，应该朋友找另外一个人帮忙搭桥，这个方法是可行的。那宝剑七又出来了哈，所以我会开始介意宝剑七所出来的那一个刻意性，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一个可能是要你要刻意去突破这一个讲解的哈，这个门这个挑战你要可能要去突破，就是可能要很刻意的走向前去跟他讲话了，对，走向前去突破这个关系了。如果因为我要讲说，如果你们已经认识很久了，只是你现在不知道他暗恋你的话，我觉得这题就不，这个建议就不在这个范围里，因为你们已经认识很久了，你们一直都没有变得往爱情那边走，那就是很简单啦。你们的话题一直排斥往那里走啦，那一直排斥往那里走，一直没办法切入点，那就表示这个水能量两边的连接不够。还不够，没有到哈，那就只能找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做转机啦，譬如说塔牌的东西做转机啊，死神牌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才需要做转机。但是如果你们已经这么近了，还没有办法突破，我觉得就直接告白比较快，因为它会基于某种熟悉感来去做这一个告白的挑战啦。好，只是到时候他的拒绝或他的接受，你接不接得住，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哦。记得我说的接住跟拒绝。他的答应跟拒绝都是你要接住的东西哦，并不是答应了你就一定接得住哦。哦，那我觉得以2号牌来说，如果你们已经认识很久了，然后你现在要看到他是不是互相暗恋，我觉得答案在你心中。我觉得2号牌不会往那个方向走，因为就是可能要有，好吧，我不能独断的告诉你。我翻3张牌来告诉你这一题，这一个如果你们认识很久，然后一直没有，然后你只是一直单恋他，然后他一直没有回应，好，你想知道他会不会互相暗恋？以基于认识很久这一题，我翻上张来告诉你。好，我觉得牌子给的不错，你还需要继续等哦。那你们彼此有一些吸引力，并没有转化到爱情上面。那你想要等还是可以等，因为还是有机会哈，并没有像我这样子这么绝情的告诉你说就不要了。我本来差点这样说，但是我觉得还是寄托到牌面上。牌面觉得说还是有可能性，但是时间会拉得非常长。你到他的时间拉得非常长，是用审判牌哦。如果你还要继续等，你可以继续等，但时间会拉得非常长。那你们之间的互相吸引跟互相的好感，可能不见得会往爱情上面走啊，因为它是圣杯七，它还是处在一种非常高度的幻觉里。我跟你说，七在圣杯里面，圣杯七它是一个高度的幻觉里。它的意思说，如果往下走慢慢等的话，你可能会关系还不错，感情还不错，但这感情会走到爱情吗？不一定。然后他这边提示可能会长久下来都是处在一个幻觉里。还有一个是，如果七，有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连接到七。还有一个是什么？金币七都在讲什么？未知、不安、不确定。所以如果到现在都还没有确定，感觉到还没有到，那就是它就会一直持续不确定下去。那它这一个恶魔牌的关系上面的吸引力，它会转换成别的东西，友情、家人、习惯的感觉、习惯的友好关系。所以为什么出审判牌？审判牌它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都不做，只是等待它就是慢慢的升华到另外一个境界。感情、喜欢你的暗恋跟你们的友好关系，虽然都还保存在，但真的会进入爱情吗？这边没有给答案，甚至给一个觉得它会转换成别的。好，那基于这2张牌底下，还是有一个比例是说有可能跟有水能量、有情感，还加上恶魔牌，那我只能说是有可能，但是机会不大。就会变得有点辛苦哈。好，那这一题我们就放在这里。那我们回到，可能都不认识，想认识要打出一个开端，要开拓一个新的边界吧，关系新的突破的话，来回到这里。因为2张宝剑七了，我就必须把我非常不是很喜欢的一个刻意的讯息告诉你说，就是要刻意的去突破，刻意的去讲话。好，这个部分就真的是非常刻意，很难顺其自然。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别的路径通常有的时候啦，这种讯息比较极强的，他就会给一些比较缓和的，尤其是这种搭桥的路径的时候。
好，基于这前面都是三，好三，然后金币三，朋友的帮忙不错哈，或是借由一个工作的关系，如果他是工作上的同事或什么，可以借由工作的关系去跟他更亲近后找到共同话题，工作的话题也是。那如果是譬如说去上一个课程，他跟你的工作没有关系，生活里遇到的朋友，那就找朋友去帮忙讲话也可以。好，那命运之轮出现了啦哈，命运之轮后面连着金币八的话。名人在讲说，如果你一直持续的靠近、持续的做的话，整个释放的能量会慢慢的集合起来哈，然后你会找到跟他相处的智慧，你会找到跟他聊天的智慧，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哈。但是记得不要离太远，因为你们彼此都在互相观看。你不要觉得只有你在暗恋他观看，其实人的反应感受能力很敏锐的。有人在偷看着自己，其实心里都知道，只是心里有没有想要去察觉，回头去看看是不是我的感觉错，是不是有人在偷看我。其实当有人在偷看你的时候，偷偷观察你的时候，其实内心的直觉跟感受力那个连接都会跑出来了。只是每个人的敏感度跟每个人介意这一个感觉的程度不同，大部分的人就会，有些人可能真的在好几次的回头发现真的有人在偷看他之后，他以后就对这个感觉非常在意。所以这个人在我现在的观察里，你对他的暗恋，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他应该有发现有人一直在注意他，但他不确定是你哦。那他也许已经发现了。但是你们中间的桥梁跟连接没有出现，这个时候会把这个感觉在他的方向会把它诠释成他会错意哈，是我就会把它诠释成会错意了，因为会增添太多的烦恼。那可能就要看你的可能星座啊、星盘上面啊、金星跟水星的感觉是什么哈。那个我们就不讨论。那以我的话，我会把它想成会错意，因为我个人的习惯是，如果对方没有主动，我就当做没发生。所以你可以回到这个概念，就是对方也许有感觉，但是他也跟我一样觉得，如果对方没有主动，就当做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因为他会徒增自己的敏感度的困扰啦。哦，那大部分的人可能就不在意，也不会去想这一件事情。好，来我看一下，亏损是，我觉得他有感觉到你的在意，但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你的喜欢哈。那这边是有一些疑惑，但没有到反感啦哈。基于有人在偷看他或者什么的在意他这种，我觉得他对这个感觉没有特别到反感，反而在他的角度，这边恋人牌说，如果有人用一种比较像爱情的方式亲近他、靠近他的话，他会有一种试试看啊，边走边说没关系啊。他也有一种期待，一种他不可预期的爱情爆发。哈，这个人其实是有。回推到这里，确实这宝剑七出来，那他这个推力就比较吻合着，是觉得你可以试着去跟他有更多的对话啦。主动一点，应该会有不错的关系的创造。虽然水能量没有多到他会直接创造到爱情，但是好像创造一个新关系也不错哈。那还好这边有一些建议牌哈，找第三个人帮忙其实是 OK。我看一下这个。没有什么太多期待其他的变化性哈，然后反而有一个新的相处后的生命力能量有备受期待，所以可以试看看。他好像是在告诉这里牌面，好像是在告诉你说，你先去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哈，不要一直保持着这个距离，去试看看，去勇敢去挑战一下，好像后面会有一些新的火花会跑出来，但没有说火花一定是往爱情的，但是至少。这里，我觉得创造一份新的关系，多认识一个人是 OK 的啦哈。如果照牌面上是这样子推的话，看来这个人本质上的能量应该还不错，然后值得一试，有点值得一试的感觉。好，那我看一个东西哈，就是如果你主动去跟他讲话之后，后面的发展趋势的连续大概是怎么样？看他连续翻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连续翻？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翻牌翻，有时候没有翻。譬如说我们只翻3张，第4、第5张、第6张，其实有在讲一些重要的讯息，可是我们没有翻到。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需要翻这个连续的时候，我就直接把可能7到10张一次翻出来，我来看一下它原本在台面上要告诉我的一个讯息的连续是什么。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主动去跟他聊天，创造话题，更加亲近，把你的立体感跟熟悉度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个顺序应该会有什么？好，看一下。都还在蛮后面的哈。好，
他这边说不会有什么太多特别的事情发生了更多的是对彼此的了解，一些话题会被创造起来更多的了解。然后这边有偷偷说，你们之间有可能有一些相同的东西要被挖掘可能会有一些小时候童年的记忆有雷同的点它这个雷同的点蛮淡的啦，它比较像是说小时候一起看什么类似的卡通啊，我也有看，然后这个话题会跑出来，然后打什么电动啊什么然后喜欢的运动啊什么的，或是也有可能是我觉得他没有深到可能你们有共同认识的同学，我觉得没有到那里，我觉得他只是一些比较过往的话题有重叠而已然后工作的话题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你们工作可能不太相干他的工作范围跟你的差很多。那能够让你们一开始感情跟对话比较有连结的部分的话，可能没有特定的主题，就是随机拉类的乱聊，去创造更多的话题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回到我刚前面说的你一定要着重当下你们在的那个场所。打个比方，譬如说你每次看到他的时候都是在健身房，都是在早上的健身房，那你真的要跟他聊天，那话题就是两个：第一，健身跟运动；第二，为什么这个时间来？差不多这个开场就可以了，因为他可能是上班前来啊，他可能因为早上来的人，早上去运动的人可能都是在上班前去，只是你来看他的时间为什么跟你一样？那跟你一样，一定有某个共通点，你要把那个东西找出来。甚至有一些开场就是说，我时常看到你耶，这开场就已经很简单了啦，不知道好不好，但是已经很简单了，因为这个在达到一种共识，就是他其实也知道，你们常常在同一个场域出现，不可能。如果说一次两次没技巧 OK， 但是非常常遇到，那就表示真的有注意到了。那做这个开场或什么应该不错，可是记得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些小诀窍，你要观察一下他现在心情是好还是不好，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正在烦恼他很烦恼的事情，你看表情应该就看得出来。他会有一种气场跟一个感觉，是他窝在那里，窝在自己的世界里的时候，就不要再打了。有的时候你观察一个人心情是否好的时候，你会看他的眼睛正在观察附近的所有人，而且是一种开朗、新奇的搜寻，看什么都有一点愉悦，甚至有可能你可以看他在看手机的东西的时候，你看到他有一些笑容，表示他正在接受一些有趣的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去做开场会比较好，会比较简单啦，因为那个时候的心情各方面是比较开朗的，正能量比较强的，这样子打开一个话题还是比较好，不会有比较冒犯或打扰的感觉好，这些小诀窍你可以试看看有没有你愿意接受的，你可以试着那这个可以突破一些僵局了。那讲到这么长，还是回到这个题目，2号牌的朋友，你们是互相暗恋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只有到好感，暗恋可能是你。我觉得你也没有到真的强到暗恋那个程度啦，因为你们在2号牌的朋友，我觉得都还没有到熟悉到知道自己有多喜欢对方。所以2号牌的朋友，你可能要去创造一个新的局面。那如果你是跟这个人已经认识，然后是已经交谈过，是一直觉得没有办法很前进，而且你跟他也没有特别熟的话，看来2号牌在告诉你的意思就是题目不对，对话的内容不对，还没有找到共通点，或是之前谈话的时机都选错了，你可能要重新再来。好，差不多到这里，来，我们来翻一下他的人的个性，帮你挖掘一下可能的方向好，3张，好，我再看一下其他的，这里。好，我看一下这个人挖掘一下他性格上，大概可以找到3个方向呢。第一就是他对于感情的忠诚度、耐心、维持度、持久度都还蛮好的。也就是说，他看准一段爱情，他不太容易放弃。他应该算是蛮重感情的人。所以呀，光从这个点，我觉得你去跟他聊天开放说，我觉得他会产生一种感情上的连结之后。
他就会觉得这个认识得来不易，或是这个认识很奇异，所以他就会把他原本某一种对于爱情的渴望的特殊性的渴望这一点，去做一个反过来的动作，所以他就会对你的这一个动作可能会产生一些兴趣，因为他觉得这一个感情出现很特别然后基于他这一个对于情感上面的钟情度啦，他会好奇着这个事情发生下去还会产生什么，他不会凭着第一个感觉不太好就拒绝掉，或是就跑掉。好，那还有一个窍门这边有看到一个窍门，因为他这里他的性格上还蛮追求所谓的安定安全感，所以当你跟他聊天对话的时候，要降低那个冒昧冒犯的感觉之外，然后我觉得你要让他觉得，你们彼此时常出现在彼此眼前，是达到某一种平衡或是一种和谐状态。所以你跟他聊天的时候，可能要切入到说，某种共识，比如说，我每天看到你来耶，你什么，我们都做了差不多的，来怎么讲，就是要找到共同话题啦。我觉得讲健身房比较好讲好了，就是说，同一个时间来，你可能要跟他讲说，你其实这个时间来真的比较舒服人比较少然后好像也可以空腹来，然后运动对身体比较健康。运动完之后，然后肠胃各方面都比较热，可以聊一些健康的话题。他就会觉得这个安定跟稳定跟他的想法是契合的。概念上是契合的，因为他也一定是在某种时间的秩序上选择这个时间来对他来讲是比较安全、比较平静的。或是他跟你一起遇到说是可能下班时间，然后你就会跟他聊一些说，其实忙完来这边放松也不错，把舒展一下，把一些东西什么运动力量把它挥发完放松，把压力释放也不错。要找到这一个类似安全感的讯息，因为他的性格上非常要求。非常非常要求一种类似家和万事兴的安全感，那个平和感，不太能够破坏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做很多事情都是希望每一天都能够维持着很平常的状态，不要太多起伏。所以你从这个切入点可以去跟他聊天。再来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对于小动物啊，各种比较弱势的、可爱的小动物是非常有同情心的，尤其是需要帮忙的。他就是那一种，在整个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谁比较没有人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会是第一个开口去跟他聊天的。他不在乎你们其他人关不关心他，他比较在乎他自己为什么也把这个人冷落在那里。他是一个非常富有同情心跟一种恻隐之心很强的人。所以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还蛮关心他自身以外的东西，你也可以从这个点去切入，或是在聊天聊了几句之后呢，说你可以从这个方式去切入，或是你们聊过几次了之后，你可以再去开创这个新话题。好，这大概他的本质上、性格上是这样了给你一些方向感，你可以试看看。好，那我看一下好像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看，来这里我帮你们看一个东西，就是看看这整个事件里有没有一些直觉上的提醒我来帮你看一下。我看一下这里没有就没有有的话我就看到我就跟你说这个人还蛮需要朋友的感觉啦尽量不要还不够认识熟的时候，尽量不要问爱情关系的时候，你现在跟谁在一起，跟谁在一起，不要这些都不要，不要确定他有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也不要问家人的事情，这些都还先不要，先比较表面的，在那个场所处在一种很淡的、很淡的，还没有进入彼此生活朋友圈的朋友。就是一个只有在这里才会出现的朋友，要用这个方式来跟他聊天那如果你们已经认识了，关系一直没有记录的话，还是不要去触碰有关情感上的问题，都还先不要，会破坏掉。还是处在一种很表面的、很个人兴趣的东西去聊天就可以了因为我这边有看到一些提示是这样好。那就这样，好，这是2号牌的朋友，希望你得到一些有用的讯息那记得，如果这个影片跟别的影片有类似的讯息出现，所以你要把它记起来，因为那个可能出现的频率慢慢的累积下来记得要去敏感一点，把它感受一下。好，那就这样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
好，我们接下来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你们是互相暗恋吗？哈，然后先解释一下，这个题目比较硬了哈，因为它有分好几个层次，就是你们所谓的暗恋是现在你跟这个人认识了吗？还是只是因为常常遇到，可是却完全没有说过话这个？还有一个是认识很久了，可是关系上一直没有突破哦。那还有一种是可能一起去一个补习班或什么的，平常有讲的话，可是根本就不是朋友哦。然后这种暗恋的情况，它会分这3个层次啦。所以等一下接下来的讯息，你可能要自己捕捉，看哪一些讯息比较符合你现在的现况哈。那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我会去凸显是哪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会特别讲哈。来，那记得哈。其他影片如果有出现相同类似的讯息，那个讯息你要留意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5张哈。再一张。这牌不错哈，隐士牌从这里出来，我觉得他这边说值得去挖掘彼此内在的那一份价值，看来互相暗恋的几率还蛮高的耶。那基于这点，看来我可以直接延伸出某一些可以确定的东西哈。来，这里，哦，给这么大的牌，好，我直接从牌面上说，不美化、不加强，也不把它保守讲，我直接牌面讲哈，你自己去判断一下。这边说你们彼此之间的一些吸引力跟诱惑，差不多可以具体化实现了，表示互相喜欢的程度机会还蛮高的。只是都没有说出来，彼此有喜欢的特点，彼此有适合的个性，彼此在外在内在相处上其实都有互相吸引的。那基于有些人是完全不认识的，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去跟他交谈一下，似乎你们彼此的吸引力有出现，但是没有出口。你可以试看，这些牌面都还蛮强的。那再来是对彼此有一些幻想，跟你们关系上的建立，这边是用审判牌，他告诉你说是有机会一步一步往上增加的，而且还可以反转之间的关系。好，所以基于这3张牌，我觉得是可以再往下一步走的，不需要只维持在互相暗恋或者你暗恋他的状态，可以去创造一下，试着去把这个关系增进一下。那基于这个点还是要有一点点少泼冷水一下，看看其中是否有一些变数。好，再加上阻碍，它这边变数之间的变数，可能有的变因变数，它还是用世界牌。他说他所谓的变数是在一个正能量里面打开一个关系上的新的门，那就表示它不是一个负分，它是一个可值得去打开新关系的一个状态。那至于阻碍方面来说，是给的是宝剑侍者，我觉得这能量变很弱，本来就很弱了，又加的很弱，表示没什么太大的阻碍，可能就只是沟通上、对话上的某些技巧了哈，怎么创造第一印象，或是怎么开窍到新的关系的这一个方法跟手腕上，它就只是一个感受上的加减减，也没有太大的影响。那基于在更广大的、更遥望的能量往这份关系来看的话，这边说这份关系很有机会走向你所期待的那一个模式，那个人也蛮符合你所期待的那一个人哈。这边没有任何，我觉得没有很强的讯息告诉你说这是一份挑战，它这边比较像是说是可以往下走看看新的局面是什么的一个状态哈。那基于我刚刚说的三种模式嘛哈，那我对这3种模式再各翻一张牌。来看看，各翻一张牌来看看他有没有给予什么很特别的角度上的建议，或是他发现上有什么来这张来看，你可能还不认识他，就只处于在暗恋，然后突破这份关系，你可能要主动去跟他讲话的。这里是第1张，好，3种讯息你都可以拾取来看看对应到你现在的状况了哈。那我就还是一个一个讲哈。等一下哈。这一个哈，如果你是都还完全不认识哈，需要突破这份关系的话，可能你的开场
跟你的第一印象很重要哦，哈，所以尽量温和一点，尽量。我觉得先称赞对方啦，或是先找到一些共同点。我觉得他这里有在讲说，你要注意的是，你们一开始的第一句话还蛮重要的。好，那再来，你们已经有认识有聊天，可是关系也都还不是朋友哈，那要怎么再往前下一步哈？来，这里说要投其所好，要尽量找到一个投其所好的话题哈。简单来讲就这样。好，其实他哥哥的时候，那我觉得差不多抓到那一个核心重点就好了。来，再来就是你已经认识很久了，可是关系一直没有进步哈，好像一直处在是你暗恋他，可是你不确定他是不是暗恋你的这一个哈。来，我觉得这里在讲的是你们可能要聊到未来的方向。未来的计划才有可能找到相同的地方，才有找到契合的地方。但这一件事情还有一个，它是一个双面刃啦，它可能也是你可能会发现，或让他发现，原来你们两个走的方向完全不同。那他也可能会让你打消这个念头哈。好，这是现在这3个状况上面给的一个小方针了哈，你可以去感觉一下他为什么这样做提醒哈。好，来我们继续看你现在跟他的一个现况的状况哦。看一下，这边有一点点说可以找朋友帮忙，可以找朋友搭桥，可以找朋友帮忙对话或创造一些东西，这样，或者找朋友去跟他讲说一起约出去，大家认识一下也可以哈。他这里需要一个蛮基础的关系的建立。如果你想要突破关系了，无论是第一项你们完全不认识，可以找朋友去帮忙去做邀约，想要互相认识。第二，已经认识了，但是关系没有突破，那一样更适合去约，然后让他增进感情。第三个，已经认识很久，关系没有突破的话，那可能这里说的是，好，可能要创造新的局面。好，现在维持的这个关系的状态不太好，就是说，如果你们每次见面都是朋友一起出去，可能就没有用，可能要去创造一些工作上面的合作，你要去探索他是否跟你的工作有能互相帮忙的地方，要去创造别种关系的支线。好，那可能也要去看一下，如果他有一些心情上不好的时候，或什么，你可能要进入去谈他的心，让他你成为他的聆听者，你要去创造别的新的关系的角度哦。对于第3种选项来讲，难度是比较高的，因为你们已经关系认识这么久，一直没有进展，那就表示有很难的东西一直没有办法突破，所以你可能要去创造新的局面哈。那至于前2种的话，可能就找朋友帮忙去创造一个能够增进新关系、新感觉、新的活动，互相认识彼此的一些新的方法。我看一下。这里是认同这件事情的哈，需要去创造那一个，要刻意，要去主动去创造哈。来看这里。好，那这边说，其实有机会互相认识更深的彼此啦。现在基于一直都还算有距离，好像没有真认识，其实对彼此的想象都是一种幻觉，并不是只是你对他的想象处在一种幻觉，他对你的想象也是一种幻觉。他没有非常认识，你们发现的非常远，你觉得他哪里好，他觉得你哪里好，都还是处在一种遥望的感觉，没有确定下来。好，所以确实是需要开创一些新的局面，无论这3种状况都是了，因为它需要你们，其实主要还是你要把你的个人的立体化建立在他对你的印象里面，不然他不知道他该喜欢谁。好，而不要只展现你自己好的那一面哦，因为他只会接受到你好的那一面，那他会有一个落差。当你越来越真实的时候，他可能会有点接受不了，或者他有点不习惯，所以才会有这种大家可能会约出来当成新朋友认识，慢慢的累积那个相处的模式跟相处的习惯，那个好感应该就会创造出来哈。3号牌都有这个状况哈。好，来我再看一下。3号牌我觉得很顺啦哈，所以我可能会讲快一点，因为它没有什么我觉得太多干扰的地方，它比较多的讯息在告诉我说，新局面下一步要勇敢的去做，而且甚至不需要勇敢，是势在必行的要去做，要去开创，因为好像比较好的收获跟你所期待的那个状况，在下一步去增进这个关系，去拉紧会比较重要。如果一直只是远远的看那只是处于暗恋这个状态，你无法确定他是不是互相暗恋啦，因为他那边有一些好感，在这边有说他对你是有一些好感的，可是他没有被激出来，被拿出来变成一个具体的，他能够说出口说他对你其实也有好感的这一句话。有时候在内心只是一个模糊的感觉，是有感觉到，可是他没有去认真的去面对这感觉，他可以用什么词语或是什么关键词去诠释。
所以它就会变成只是在内心的一个感觉。我们要让它具象化、具体化。那还好哈，魔术师牌在这边出来，他说有那个彼此的吸引力，你对他，他对你的吸引力，其实是可以具象的被表达出来的。可是我们要把它拿出来，要把它激化出来，所以你需要跟他更多的相处，让他知道说你是一个扎实着实的个体，在他旁边常常出现，他就知道他在跟谁对话，他也可以把他心底的那个话具体的显化出来，一个确定的字句，告诉你说他其实对你的感觉也不错。好，我们这样子关系才可以再往下走。好，那我看一下哈，照这个顺序的发展的走向应该会是什么？来看一下。我想着重的是，当跨出这一步的时候，哈，有什么趋势发展？好了，已经要抽了，那我看一下。哇，抽蛮多的，拿掉。我看一下。好，你跟他都会彼此慢慢的进入彼此的朋友圈哈，然后认识人，然后关系上、评价上也会因为你跟他，他跟他的朋友各方面两边会比较能够对彼此的存在感有加分，还有认同感也会加分哈，好像两个群体、两个社群的人加在一起会变成比较和睦的状态。那情感上是否能够直接走到爱情，这个没有确定，但是确实有那个方向可以走，但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先从做朋友开始做起，后先不要特别去渴望一定要往爱情那个方向走哈，因为这里的土能量真的出很多，他有说这份情感要走到爱情，需要蛮多的生活的交集。累积在一起之后，然后会在朋友的观察里面，或是你会听取朋友的意见，或是他会听取朋友的意见，感觉上说你们两个好像还蛮适合的时候，才会走到那个点，慢慢的才会有爱情的方向出来。但是从这边看得出来说，如果以基于先从朋友这个方向去相处起来，确实是会创造一个蛮有机会成为恋人的关系。好。看一下这里，然后你们会慢慢发掘彼此的依赖啊、熟悉感啊，或是一些共同点会慢慢被挖掘出来。但是要到那里以后，因为前面卡了一个审判牌，跟最前面3张牌都是有一个距离的啦，需要花时间的牌哈，所以要到达那个点，确实需要更多的相处、更多的遇见才有哈。所以基于今天的题目是不是互相暗恋吗？我只能跟你确定说，对彼此的感觉，他对你的感觉没有什么负分，反而是有好感，从好感作为初始点哈。因为到了暗恋那个，可能就是要到更多的认同感跟彼此的依恋了哈。对于需求各方面，要有一些更深入的聊天才会到那里。好，那我们回到一种完全陌生人的暗恋来说的话，就是他看到你，他有好感，就这样。好。那我再看一下哈，这里还是有一些讯息补充一下啦。上面，我觉得没有什么太难哈。这边好像有一个东西可以翻。好，还有一些这个，好看一下这3张。你们对爱情的，再要讲后面一点，然后就是认识之后，如果你刚刚认识之后交谈，说要注意一下，你们对爱情的价值观是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但是没有差很多，不太一样，但是不用花多少时间就会找到比较多的共识啦。所以你们对爱情的价值观跟爱情的模式没有差太远，可是要通过讨论跟说出来才能够确定哈，没有办法直接用默契上来确定两个人想的爱情的方向跟未来跟在一起的时候。彼此需要的感觉是什么？没有，这个可能需要讲出来。那你们彼此有一个比较大的距离感，内心有一个距离感，就是你们彼此致命的吸引力这一点是匮乏的哦，就是还没有找到彼此有一种舍不得感觉，一定要看到这个人的感觉，心里有一种心动感，他那个交集很深。然后打个比方，他还没有到达，两个人不在，就说如果你们私下传讯息，有一方会觉得一直想要延续这个话题，另外一方只是接住这个话题然后做回话，这个东西转化成字面的吸引力，就是
一直没有那种想要握住的感觉，这个东西没有出来，他那边没有出来，好，这就是你们之间的距离，所以要慢慢的去创造，要从，我觉得这个很难啦，他要怎么创造这个太难说了，我只能说这个地方还蛮匮乏的啦，哦，他还是需要蛮多慢慢的相处。因为在情感上的感受跟想要的东西不太一样，尤其在初期哈，那一个虽然两个人都寂寞，都单身很久，都寂寞，可是寂寞的点不同，他就很难在这方面做一个互相的填补，这是你们两个之间的差异。哦，那这边确实是有给一些方法了，因为这些都很淡，但是还是有给一些方法，就是一定要常常要多对话，要多相处，要创造很多事件，很多事情就包括说。一起去吃饭，一起去吃喝咖啡，一起去小旅行，大家一起去哪里逛街一天这样子，它会产生很多细节的交集，然后成为一种相处上的习惯，对谈上的习惯。那当习惯之后，就很难脱离这个习惯，或是一直没有这个相处之后，就会主动去约啦或什么，这是后面了哈。所以从前面看到这里，3号牌，我觉得3号牌的特点就是一步一步的把关系建立起来，才会走到比较深刻的有水能量出来的关系。因为其实我老实说，这里的水能量都不强啦，表示说情感方面的水能量都没有。可是其他的能量一直在告诉我说，这个方向可以走是对的，它会慢慢显化你想要的东西。可是它确实是要在生活中一点一点累积。这个讯息最近很常出来，我不知道为何最近的它牌面上给的水能量都不强，而且它都一直在告诉我说那些水能量要从土里面跑出来。这很像什么？这很像你在种东西，种一些小盆栽或什么，你用看的会以为表面上的土是干的，可是你必须用手去伸去插进去才知道说，因为下面的土是受滋润的。那它现在就成为这一个幻觉。水能量一直没有让你发现说，在这个关系里面底下有水能量，所以他这边在告诉你说，必须要用生活上很多的相处土能量去把水能量激发出来。这就像是你手指慢慢往下，然后再从这个土能量里面去深究，才发现说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水能量，里面之间有很多的感情，它不是外显的，所以需要很多的相处才会发现说彼此的感情里面有很多的水能量在这边饱和起来。你说这里有水能量，可是这个水能量讲的那一个距离还蛮远的，他讲的是一种遥望，他没有说是你们关系上的遥望的感觉，就是说他遥望着彼此是有喜欢的感觉，但他没有显化成一句话，或是表达，或者行动上是我是喜欢你的，没有这些动作，没有明确感觉，所以他淡到只有喜欢的感觉转化成一种只是对你的好感，所以我才一直跟你说，这关系上面就是说，那可能就是不认识啊或什么，可是不讨厌，然后有好感这样。不是说不讨厌不喜欢，没有这个，就是不讨厌。讲起这个人，没有讨厌的负能量，这样，所以他会有足够的能量，可以慢慢发展成到喜欢啊，它是有一个层次上的这样。那只是这里翻出了一个症结点，就是那一个致命的吸引力没有出来了。因为有的时候人互相喜欢，他是有真的彼此喜欢这个人身上某些特点，每次不小心就会想到这个人的特色，是因为这一点我很喜欢他，一个笑容，或是他的身形，或是他的发型，或是他的眼神，或是甚至他的皮肤的质感都可以啦。反正他就是会有一个点让你觉得很吸引你。他这个东西不明确，也许你有，但是他那边还没有建立出来。好，那是说都不会再出来吗？没有，是因为你给他的资讯，你给他的在他眼前的那个立体感没有很足够，他不知道要从哪里，他也没有挖掘自己会喜欢你的点在哪里，所以这个部分是很缺乏的，所以需要一些时间跟土能慢慢的累积出来哈。好，那差不多3号牌我觉得基本上是蛮顺的，所以我会刻意去讲一些比较多要注意的地方，要平衡一下讯息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他的本质上的个性哈。来去好奇一下，大概有哪几个方向哈？好，那这个人的本质上，我觉得他还蛮喜欢受到关注的。所以你在跟他第一次跟他讲话，或刚开始跟他讲话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从他的外在跟他已经做过的事情做成长。譬如说，
反正你要在他的表现上跟他有细心。特别去在意的东西，你要先做一个称赞。他这个人蛮在意这个的哦。好，譬如说，你看他头发今天是有弄的，才出门，你就先从这个话题去加入，你就发现说，你今天头发有弄，弄得还蛮好看的。之前周润忘的嘛，今天好像特别好看。这些有一点点小小的谄媚，可是这是一个开话题，一个蛮好的东西。还有，如果你发现他今天穿的衣服是新衣服或什么，然后什么，你可以从那个方式讲，要从比较肤浅的表面上的去讲。鞋子很干净也可以讲哦，因为鞋子很干净的，他一定很在乎别人觉得他鞋子很干净，差不多这些小细节你要注意一下哈。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在对付一个狮子座的方式跟他讲话，因为他有这个特质，他有这个特质，加上，也许他精神很好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你今天的气色各方面精神都还不错，这个东西也会蛮重要害的哦，他会非常有感觉，这个是人的个性方面啦。并不是说你做了一些谄媚或什么事情的东西，好像很假或什么，没有，这个是他的个性的反应。就像类似射手座，当他没有特别去彰显他很喜欢自由的感觉，可是当他感受到被限制、有规矩、不自由的时候，他的反抗就会跑出来，这是本质上的个性。或者是像巨蟹座说，他发现说，他觉得他的生活或是生活感、家庭的感觉，跟父母的关系，或者跟小孩的关系，或者跟兄弟姐妹的关系开始不平稳的时候，他心情就会非常糟。差不多会有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再从简单的星座上面去判断这个人的个性。那至于这个人，我不是说他是狮子座，而是他这里有一些类似狮子座的特质。我必须告诉你，那些比较外在肤浅的第一时间的称赞跟夸奖很重要，对于开启一个不错的话题来说非常重要。再来，记得要保持比较真心的感觉去表达，因为他会发现你是只是谄媚，还是你是真心的有发现他其实有做一些细心，或是你真心的赞美，所以这个难度有点高。你想有点谄媚包装的去称赞他，可是他又怕他发现你是不够真心的。其实，所以你一定要在他身上发现某些你真的喜欢的东西，再去称赞他，这个才会顺下去。好，所以开启一个话题的时候，记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开场白，你一定要真的看到他穿了一个白鞋，你真的喜欢他穿白鞋的样子，然后你喜欢说往那个方向称赞，他就会感觉到说你是真的喜欢他穿白鞋，而且他也需要这种称赞，所以这个关系，这个开话题就会很顺很下去，而且他在心底对你的认同感就会浮现，他会知道你有发现他的用心，他是这样子一个转换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这个人对于自己的要求还蛮高的。那他会不会要求别人？这边其实我看不到，但是他还蛮希望别人发现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所以基于这3个点可以看出来，他其实是有一点小小闷骚，但是又想彰显自己的特色跟自己的优点，因为他很用心的对待自己，所以他也希望别人也很用心的对待他。那他这个状况会发生什么？谁发现了，他就会给予回报，他就会给予关心，他就会给予帮忙，所以他就会在意你。这是这个部分先看到了他个性上的一个小手段，我可以告诉你了哈。那你从这边也可以旁敲侧击的去知道这个人，其实他是一个内在观察力很强的人哦，他直觉也很强，他还蛮依赖直觉的因为他相信他的直觉是来自于丰富的经验再加上他是一个对自己的要求还蛮高的人，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话不要随便乱讲。然后如果你发现他很严肃，讲一个话题或讲什么的时候，你要认真听，你要听。不要忽略他，不要打马虎眼，不懂就不懂，但你至少要表现出来你有认真听，差不多是这个。好，还有，如果你发现他做的一些小事情做得蛮好的，记得不要吝啬去称赞。好，那这里看到的就这些哈。那我来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小提醒哈。虽然这里3张牌已经做出一个小提醒，但我再看一个整个这一份关系跟3号牌一些大趋势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提醒的事情有浮现出来哈？没有就没有，有就有哈。没有特别强的讯号，我就没有哈。好，我看一下这几张，就不要太多。好，他如果没有自己提的事情，不要去追问哈。他会蛮喜欢分享他已经感受到快乐的事情。好，那他所有分享的事情都是他筛选的哈。他不是只是乐于分享的人，他是觉得有一种散播欢乐、散播爱的
个性了，但是他没有说的东西不要去追问。哦，尤其他已经很明显刻意隐藏的回避的东西，就不要去追问了。好，大概就这个提醒。好了，那差不多了哈。3号牌的朋友，那不同的影片会有相同的信息，你要留意一下哈。那3号牌的牌面上，我觉得还蛮顺的，你可以试看看去跟他去创造一个关系，再进一步跟他创造一些话题。如果你觉得很害羞，没办法找朋友哈，朋友帮忙也不错。好，那就这样哈，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